小姐，七皇子殿下派人给您送来的礼物。好漂亮的银镯，还是一对儿。小姐，难道殿下他……七哥，叛军一路劫掠而来，已经快到城下了。不必惊慌，我已让吴相子等人设下埋伏。南境这些年一直叛乱不断，复仇竟然一直没有把他们剪除干净。这回我们要把这根刺连根拔起。这根刺呢，恐怕未必是复仇未除，而是他刻意种下。我已让吴相子查明这些叛军的身份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失去了土地而走投无路的难民。这些人特别容易被煽动造反，可同时也容易土崩瓦解。这，报告殿下，叛军比原计划提前开始集结兵力，果然绷不住了，让我去会会他们。撤！妻离子散，是谁让我们流离失所？是城里那些抢了我们的地、扒了我们肉的豪强富贵。今天，我们就要在这里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，让他们付出代价，为了我们自己，也为了我们的家人，杀了他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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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把难民放在阵前，根本就是想利用他们作为肉盾，绝不会让这些无辜的百姓惨死。我宗正无忧向你们承诺，只要你们放下武器，我会给你们应有的一切，保你们过平静的生活。我宗正无忧在此用性命担保，绝不食言。青州叛乱平定，青州正式被发现与叛军勾结，趁战乱大量兼并流民土地，罪行上达天听，龙颜大怒，令宗正无忧铲除郑氏，郑家庄园收归朝廷所有。奉皇帝令，南境之乱已平，郑氏一族被灭。朕思及魏国大将军复仇，曾削弱南境叛军有功，特赐青州上贡特产丝绸、玉石、粮米等物，以慰大将军对南境思念之情。钦此。微臣谢陛下隆恩。将军接旨吧。将军有礼了，奴告退。有劳公公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
将军，属下刚从南境回来，南境一切安稳，百姓休养生息，很快就能恢复繁荣景象。属下此次去南境拜访无忧殿下，殿下也称赞将军此前在南京的战功。殿下方立军功，意气风发，忙于治理南境民生。如今政事已平，青州孙氏一家独大，想必是得到殿下的支持。属下到访时，正见殿下与孙小姐一齐，青州人纷纷传言，恐怕殿下与孙小姐的好事将至。将军，我先回去了。陛下赐我这些东西，是讽刺我平乱不利，没有彻底平定南境啊！真是在打我的脸呐！辛苦了，吴相子师兄。无忧，你的剑法精进了不少。战场上是练剑最佳之处。与我并肩杀敌数日，师兄感觉如何？吴隐楼虽在江湖成名日久，但一直隐匿在黑暗之中。此次能在战场杀敌，实现我父辈未竟之志，实在是让我心中快领顿消，快慰平生。这些年，师兄你受苦了。16年前恩师一案，也连累你满门被灭。即便逃得性命，再也无法做有姓名之人。你尽力创立无影楼，为我在暗中查探种种事务，我却没有能力为你恢复名姓。无忧，恩师待我恩重如山，又是我父的莫逆之交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我当时唯一担心的事，就是你领着修罗七煞到将军府抢亲，我生怕你失去理智，忘记了师父留下的未竟事业。如今看到你重新振作，真是太好了。放心吧，师兄，我一定会走我该走的路，竭尽全力做我该做的事。殿下，您回来啦，快坐。殿下，请喝茶。怎么，殿下喝不惯吗？
青州的茶叶滋味特别，出道时的确喝不太惯，可如今已经习惯了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上次和殿下对弈，是雅离输了。雅离今日全力以赴，我们再下几局如何？棋今天就不下了。这样，雅离为我弹奏一曲，如何？那雅离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丫头的字是越写越漂亮，心情看起来也温柔了不少。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怎么了？很想回京城？对啊，哦不，也并没有那么着急要回去了。反正不管七哥你在哪儿，我都会跟随你的。既然如此，京城来了消息，估计你也没兴趣。啊！等，什么消息？是不是父皇要召你回京啊？我就说嘛，南京平乱如此大功，父皇怎么可能什么表示都没有呢？你方才不是说不着急回去吗？哎呦，七哥，你就别逗我了，快跟我说吧。老师，老师，老臣见过二位殿下。不知老师有何教导？殿下，正史一案，老臣按照殿下旨意，有罪之人或死或罚。只是正史家产所涉巨大，很多土地原本就有争议，现在被流民所占，不愿上缴州府，不知殿下如何处置啊？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。老臣以为正史在世，贪得无厌，四处圈地，手段狠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些土地本身就没有人耕种，他都不愿让给别人。这些有争议的土地可以安置流民，殿下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。那就按老师的意思办吧。南境叛乱初定，安置流民本是头等大事，州府也没有必要与民相争。只不过，殿下还有何顾虑？只不过我以为，当将土地归属尽数登记，由州府出钱支持流民垦荒，断不能再让他们把土地抵押给别的氏族。好不容易倒了个正氏，如果一会儿又上来个李氏、张氏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是，臣谨遵殿下吩咐。一切交给老师，还有什么不放心？老臣多谢殿下信任，只是殿下此次立了大功，陛下定会降旨褒奖，甚至恢复王爵。若是召殿下回京谢恩，那这些政务政策，不知老臣能否自行处置啊？不管陛下意见如何，我是绝不会回去的。哎，七哥，你不回去啊？殿下的意思是一时不回，还是？南境三州如今休养生息，很快就能恢复昔日的富庶景象。山水田园，远离争斗，正是我所愿长留长居之所。要是一生都能留在这里，哪怕无名无爵，能当个闲散归隐之人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七哥，我以为你已经忘了京城那些事儿了。你胸怀天下，竟愿意偏安此地？殿下当三思啊！如今殿下恩宠正盛，是千载难逢好机会，不仅可以恢复往日荣光，还可以争夺储君之位。老师，
有些话还是少说为好。我心意已决，你们二位都不必劝我。吴玉，你这么想回京城，便替我回京谢恩，也问问父皇的身体，把我的心志转告给他即可。哎，七哥，哎，七哥，这。 雅离，你没事吧？殿下放心，雅离没事。你可是有心事？殿下，雅离听说您打算从此不再回京城。不错。可是殿下，陛下年事已高，您身为皇子，应当尽孝道。雅离，你很想回京城吗？ 你来劝我是你的意思，还是你父亲的意思？殿下，您误会了，雅离只是随口一说罢了，一切自然还是殿下您做主。不必担忧，若是你不想留在府中，甚至不想留在青州，我都不会阻拦。父亲他不会同意的。那倒未必。时局瞬息斗转，人心更是善变。 你以前可曾想过，你会为了不嫁正室子弟而与我相伴吗？殿下，你早就知道了。那是自然。其实，你与我的境遇也是相似。我总不愿让别人强迫我去忘掉什么，越想忘掉的人，只会记得越深刻。所以我送你这对银镯，希望你替我演一出戏。 你总不愿别人逼迫你做些什么，越逼迫你做的事情，你越不想做，所以你接受了我的示好，难道不是吗？既然殿下心里一切都明白，可否再帮帮雅离？雅离想回到京城，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雅离，你起来吧。如今能不能回去，不是取决于我。 而是取决于另外一个人。将军，并没有查到宗正无忧要回京的消息，南境一切稳定。据说宗正无忧正在修建府邸，要将那处临时住所改成常住之处。或许他不打算回来了。今日陛下在朝中，虽然对平定南境有功之臣大加封赏。 但并没有提起宗正无忧封爵回京之事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吗？可否需要属下再去趟南境？不用了，敌不动我不动。既然宗正无忧没打算回来，那对于我们安排下一步计划，也少了一些阻碍。哦，对了，西岐那边又传来信了，催促我关于山河志的事情。可夫人那儿…… 这件事情就不要打扰夫人了，我自有办法。让他们自顾不暇，同时，也不能干涉我们的事情。将军。 应该是清密园传来的声音，属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我自己去看吧。好美啊！哎，好漂亮啊！公主姐姐，你快来跟我们俩一块玩烟花啊！对呀对呀，公主，我们一起玩吧，自己在这多没有意思呀！你们玩吧，我看着你们玩就好。 一起玩，没有你我们没有意思的。就是啊，公主姐姐，你看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烟花都不漂亮了。是呀，就你嘴甜，陪你玩吧。好。
公主姐，你看多好看啊！容乐，你知道吗？我多想每天都看着你这样笑。太子妃找本宫何事？陛下身子不适，难得早睡，本宫也要就寝了。明日还要到太庙祭祖。太子妃若没有什么重要之事，就快跪安吧。母后，请您收回姻喜，废了臣妾的太子妃之位吧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看你平日端庄大方，今夜怎么如此失礼？母后，您也知道，太子在男女之事上一向荒唐，臣妾都是好心规劝，实在劝不住，也只能放任不管。可是太子他越来越荒唐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些事情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夫妻之间要忍让，你是太子妃呀，你更要忍常人所不能忍。在这宫中，要想做人上之人，保住自己和家族的地位，受这点委屈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本宫也是熬了10多年，如今我都不敢说错一句话，行错一步路。母后，不是臣妾不愿忍，是殿下他已经容不下臣妾了。之前他为了一个出身青楼的贱婢，在东宫大摆宴席，还惊动了陛下，但他还抗旨，把这个贱婢藏在东宫，恩宠更胜从前。明日祭祖，臣妾劝他早些沐浴更衣，尽心就寝。他竟一言不合，还打了臣妾。呀，你怎么受伤了呀？要不要看太医？哎呀，这个太子呀，这明天就要祭祖了，要是陛下看到你这受了伤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臣妾受委屈是小，但要是让陛下知道了，陛下，你怎么起身了呀？朕还睡得着吗？这个败家子，荒淫无度，办事不力，现在还敢抗旨，这北临天下，早晚被他断送。陛下，你息怒啊！这太子他就是一时糊涂，被美色迷了心窍。父皇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受了委屈，夸大了太子错处。太子他很孝顺您，不敢欺瞒您。是。你们都不用替他遮掩了，朕的儿子，难道朕还不清楚吗？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。臣妾先行告退。陛下，这后宫之事，本是臣妾之责，是臣妾失职，望陛下宽恕。臣妾一定尽快清理后宫，好好教导太子，不敢再让陛下担忧。皇后，起来吧。这又不是你的错。唉，朕老了，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。你还年轻，比太子没大几岁，他怎么会听你的？你嫁给朕这16年，无儿无女，无依无靠，在宫中也是步履维艰。陛下，臣妾从未怨怪陛下。福原之乱时，臣妾在族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庶女，而陛下已经是孤身复国、名满天下的英主，能嫁给陛下，是臣妾一生的荣耀。臣妾不是一个聪明人，我只懂得明哲保身，为的就是能够一辈子陪在陛下的身边。
朕明白。朕100年之后，自会帮你安排好后路，因为我不想再发生云儿那样的悲剧。郡主，你是来帮忙的还是帮倒忙的？你看看你这弄得到处都是面粉。哎呀，凌月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郡主，你就是故意的呀！我就是你！啊，姐姐！凌月，将军，君子远庖厨，你怎么突然来这里了？我看这天色渐渐暗了，就想问问夫人，是否要一起进晚膳呢？不过现在看来，应该是不需要了。将军，不如跟我们吃顿饺子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呀？那将军就到清明园等待吧。多谢夫人邀请。很久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了，这夫人的手艺还是精湛呐。这都不是我做的，是凌月他们做的。可惜你一来，把赵云吓得战战兢兢的。你倒吃好了，他可能都没吃饱，自己就先回去了。将军，公主，公主已经将郡主送上马车了。凌月，你这一天也忙坏了，快去吃点饺子吧。将军，还需要添些什么吗？啊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多谢凌月姑娘。那奴婢告退。这丫头还是越发聪明伶俐了。别的都好，就是不太忠心，也不知道收了将军什么好处，什么都偏向将军。我觉得这姑娘挺忠心的呀。你想啊，你我都是一家人，这她听我的，但我听你的呀，这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你说呢？连楼几声热千问，心隔几个红尘，来时无人跟。曾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冰冷冷的府邸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，每天陪伴着我的只有那些刀和剑。每当团圆的日子，我的梦里全都是刀山血海、战场狼烟。但是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有家的温暖。我也没有家人，今天这样让我觉得特别安逸。也许现在的生活才是最适合我在心头，祝你不忘一长久。锁上爱，锁上梦，愿我阿图要心动。将军，你这是？从今往后，
我们跟西岐之间再无瓜葛。将军，你这么做不仅失去了西岐在财力上的支持，更冒着他们告发给陛下的风险。我什么都承担得起，唯一承担不起的，就是失去荣乐。既然他已经决定跟过去一刀两断了，那我就不能让西岐和山河志这样的事情再去惊扰他。至于那些纸鸢，你尽快处理干净，记住，千万别让荣乐知道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您还是求求太后吧。要是再没药，您看您这身子，奴才担心您。因为在，他最近可好？陛下，公主在副将军府上，一切都好。这几个月两人交往密切，甚是和美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荣乐，我只愿你能从此安稳一生。太子，今天太庙祭祖，你居然瞌睡不醒，礼仪失据，对祖先宗庙大不敬，你该当何罪？父皇，儿臣罪该万死。这只是儿臣最近辅政艰辛，身体过劳，所以不小心就睡着了。朕终日操劳国事，你倒是比朕都还忙。父皇，这南境平定，儿臣未雨绸缪，已经开始规划伐魏大计了。那常常与魏国大将军等人聊国事到深夜呢。哼，你以为朕不知道？你是跟那些姬妾厮混到深夜。父皇，父皇，这是谁在污蔑儿臣呢？
儿臣冤枉呐！儿臣冤枉啊！父皇，难道是朕污蔑你吗？你给朕滚回东宫去，把那些不干不净的人统统赶走，好好的闭门思过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以后别再上朝了，滚！儿臣告退。陛下息怒，太子殿下虽然荒唐，但是他方才所言倒是提醒了臣弟，伐魏之事拖延已久，不知陛下有何筹划？先是无忧离京，再是南境生变，一切都拖了下来。西岐的态度也不明朗，朕3番4次派使臣去催促，可是启皇却一再推脱，不肯给我帮伐魏借道借粮。臣弟也怀疑，这联姻已经半年了，西岐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仿佛已经忘了他们嫁了一个公主到这里。除了当时启皇到访时赠送了一些粮草，至今对我朝没有给过任何实质性的好处，不得不令人担心啊。不错，如果我们仓促伐魏，朕担心西岐会背弃盟约，趁火打劫。当初联姻一事，就搞出一桩真假公主，弄得鸡飞狗跳。朕实在担心西岐联姻的诚意啊。陛下，臣弟以为此事有些蹊跷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玄冥，你跟朕是亲兄弟，有何不能讲的？臣弟收到密报，说是魏国大将军府上和西岐之间有书信来往，只是，一是这消息的来处不甚清楚，是江湖中一个叫做无影楼的门派传出来的；二是这公主嫁给大将军，有些家书来往也属应当。臣弟不敢妄加揣测，可大将军在联姻事情上的态度，实在是很奇怪。的确如此。玄冥，你可派人去盯着将军府。如果能拿到一些来往的书信，那西岐的事就有个说法了。臣弟明白。容乐问皇后娘娘安好。这是您要的茶叶。容乐还给皇后娘娘带来了西域上等的玫瑰水粉，望娘娘喜欢。我过去啊，听郡主说，这民间的唯品阁，珍宝无数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呐。瞧瞧这胭脂，竟比这宫里的成色还纯正呢，真是讨人喜欢。娘娘若是喜欢，容乐便差人到唯品阁，把那些胭脂水粉一并送到皇宫，供娘娘使用。你真是有心了，公主。哦不，你现在是将军夫人了，快请坐。不知娘娘召见容乐，有何事交代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许久不见，想找你闲话些家常罢了。近日宫中啊不甚太平，想必你都听说了吧？这东宫的太子妃也无暇陪本宫说话，所以就想起你了。多谢娘娘抬举，容乐不甚荣幸。这是你过去带来的白玉琉璃盏。这东西啊，本就用来饮茶，我想你还是拿给懂茶之人，方能实现它的妙用。本宫今日就将它赐还于你，也好慰藉你的思乡之情啊。多谢娘娘恩典，但如今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啊？怎么？哎呀，夫人，你不必担心，这是本宫赐予你的，
与两邦之事无关。娘娘有所不知，这是我从西岐带到唯品阁的珍品。如今我已经嫁到了北陵，已不再是西岐人，留着也不合适，还是留在宫中吧。那你对西岐已毫无留恋了吗？是，我与西岐再无联系。啊，那连书信往来都没有啊？自从我嫁给将军之后，我与西岐便再无往来。啊，好，哎，喝茶吧。背着你轻轻想了几集，关于爱谁来提起？对自己好在还很用心，才让你流转回这日记。西风让为你耳边匆匆的花季，而我仍在这里陪你等雨。纵然难分好坏的风景如影随形，我也会拼出个故里。